家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这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 MA108 阿尼的转生故事。10月，在秋风吹起之前，阿巴绕光南部一个小镇有个叫做阿尼的少年跳楼了。阿尼跳楼的原因是他在学校遭到了欺负和嘲笑，他觉得自己没有存在的价值，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信赖，他以为自己就这样死去了。没想到他却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一个充满了神灵和魔法的异世界。他被一个自称是神的男子告知，他是被选中的转生者。天啊，转生故事啊！阿尼突然大叫出声。原来阿尼来到了异世界，他遇见了神。是啊，怎么了吗？神说，市面上已经有16800个转生故事了。因为大家都在转生啊。神说，有人变成蜘蛛，有人变成史莱姆，有人变成剑，有人变成狗，有人变成各种不可名状的东西。不过你还是你，你还是阿尼。我不想当阿尼了，阿尼说。你不想当阿尼了，那你想当什么？神问。我想当一个有用的人，一个有价值的人，一个有意义的人。同时我还想休息、睡觉，逃离一切。听到这么老套又八股的回答，我就知道你未来不可限量。神说，听好了，在这个异世界里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，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。你只要努力学习探索，就可以发现这个世界的奥秘跟美丽。你也可以遇到许多善良有趣的伙伴，和他们一起分享你的老套跟八股。你还可以完成一些重要跟不重要的任务，帮助这个世界的预定君王，并阻止一场大灾难。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让人热血沸腾的事吗？不觉得？阿尼说，我只想休息、睡觉，还有逃离让我讨厌的一切。你说的那些事情让我感觉压力很大，就算我想做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没有任何能力和知识，我只是阿尼啊，不要担心，阿尼，我会帮助你。就算你不想当阿尼，我也会帮助你。神说，我先给你一些提示和指引，让你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。我也会给你一些奖励跟鼓励，让你能够稍微增加一点自信心和行动力。我还会给你一些不太困难的挑战和小考验，让你提升自己的智商跟能力。我会是你最好的朋友，同时也是你最好的导师。真的吗？阿尼问。为什么我总是隐约感觉到一些小讽刺呢？哪来的话？神说，我可是神啊。那好吧，我愿意试试看。阿尼说，不然剧情就无法发展了。很好，那就开始吧。神说，首先让我告诉你这个异世界的名字，它叫做 Mickey 世界大冒险。Mickey 世界大冒险。Mickey 世界大冒险。好蠢的名字啊。阿尼说， Mickey 老师又来插花了。阿尼，你不要管 Mickey 老师做什么，你只要做自己就行。我不想当阿尼，那你要当什么？你想成为什么人？反正不是阿尼就行。我们先把故事整理一下。神说，阿尼是一个来自地球的少年，他因为一次意外被传送到了一个名叫 Mickey 世界大冒险的异次元。我跳楼了，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自称是神的神秘人物。神告诉阿尼，他是新世界的创造者，但他已经厌倦了这个世界，想要找一个能够继承他的力量的人。神说，如果阿尼能够通过他的考验，就可以成为新世界的新神。这跟你刚才说的不一样。阿尼虽然不相信神的话，但他也没有办法回到地球，只好跟随神展开了一场冒险。在旅途中，神教导阿尼如何使用新世界的规则和魔法，帮助他解决各种困难和危险。阿尼渐渐发现，
新世界是一个充满奇幻和惊奇的地方，每一个角落都有着不可思议的事物。他也开始对神产生了好奇和信任，想要了解他的真实身份和目的。你把剧情都讲出来了，而且我并不感到好奇啊。然而，就在阿尼和神即将到达目的地时，他们遭到了一群黑衣人的袭击。黑衣人自称是反神组织，他们认为神是新世界的暴君，想要推翻他的统治。他们告诉阿尼，神其实是一个邪恶的存在，他利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了新世界，但却不断地折磨和玩弄里面的生命。他们说，阿尼只是神的棋子，被用来作为他的实验品和娱乐。他们劝告阿尼加入他们，一起反抗神。你好可怕啊！阿尼听了黑衣人的话，感到十分困惑和惊恐。他不知道该相信谁，该做什么。他转头看向神，希望得到他的解释和回答。你在看我吗？你解释跟回答啊。说来话长呢。神说，你要不要先坐下？这里没有椅子，你可以坐在泥巴上。你就不能？神笑了笑，用手一挥，就在我面前制造了一张舒适的沙发吗？可以吗？什么沙发？这种世俗的东西不要随便叫我做出来啊！阿尼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神，他觉得神的表情和语气都很轻松，好像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好吧，你不变就算了。你不觉得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神问。你是不是真的创造了新世界？你是不是真的在折磨跟玩弄里面的生命？你是不是真的把我当作你的棋子，用来作为你的娱乐用品？神听了阿尼的问题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你想听真相吗？当然，那好吧，我告诉你吧。其实，这一切都是 Mickey 老师的问题。Mickey 老师又插花了。因为这个世界是 Mickey 世界大冒险啊，超土的。这是一个精彩绝伦的转生故事，市面上已经有16873个转生故事了。停！我觉得你的评论有点不公平。转生故事虽然很多，但是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，你不能一概而论，要具体分析。比如说，这个故事的主角阿尼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，被一个神秘的声音召唤到了 Mickey 世界大冒险这个游戏里。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可爱的米奇老鼠，并且拥有了神奇的力量。他要和其他的玩家一起冒险，解开游戏的秘密，并且找到回到现实的方法。这个故事不仅有刺激的动作场面，还有温馨的友情和浪漫的爱情。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？我认为 Mickey 是一个有创意和想象力的人，他用自己的话语和知识创造了一个充满魔幻和冒险的世界。他也用了一些幽默和讽刺的手法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看法和批评。你不觉得这很有深度吗？我建议你不要只看表面，要多多体会故事里的细节和含义。也许你会发现一些你没有注意到的东西，也许你会对故事产生新的感受和想法。我相信，如果你给这个故事一个机会，你会喜欢上它的。笑脸符号故事到此结束。谢谢，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故事有趣吗？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，不过还是结束了耶。可能我的结论给的太好了，如果你变得意犹未尽的话，都是 Mickey 的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，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